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，昏黄的路灯在积水的路面上拉出了长长的倒影。亲爱的朋友，在这个安静的夜晚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梦想，是一个你甚至不敢大声说出来，生怕被人嘲笑的梦想？也许你想画画，但身边的人说那是饿死鬼的行业；也许你想创业，但所有数据都告诉你现在不是好时机；也许你只想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，但社会却逼着你要功成名就。你小心翼翼地捧着这点微弱的火光，在狂风中艰难前行，生怕它下一秒就会熄灭。如果这正是你此刻的心情，那么请你暂时停下脚步。今天我想讲一个关于愚蠢的勇气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曾经被报社开除，理由竟然是缺乏想象力的年轻人。他经历过破产，穷到甚至吃过狗粮，被好莱坞称为疯子，但他却凭着一股傻劲，在废墟中建起了一座全世界最快乐的城堡。他就是华特·迪士尼。让我们把时光倒流回1919年的堪萨斯城，一个充满煤灰味和寒风的冬天。年轻的华特穿着一件单薄的大衣，手里捏了一张被解雇的通知书，站在报社的门口瑟瑟发抖。主编的话像冰锥一样刺进他的心里：年轻人，你缺乏想象力，也没有什么好点子。这多么讽刺！后来创造出米老鼠、唐老鸭、白雪公主的人，竟然被判定为没有想象力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办？是承认自己平庸，乖乖去找一份工厂的活，还是把那张通知书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，转身继续画画？华特选择了后者。他在一个破旧不堪的车库里开始了他的动画实验。那个车库又湿又冷，经常有老鼠跑来跑去，大多数人看到老鼠会尖叫，但孤独的华特却把他们当成了朋友。他会喂他们面包屑，观察他们灵活的小动作。在那段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，这些被世人厌恶的小生物成了他最忠实的观众。这就是米老鼠最早的雏形，一个在卑微与贫穷中诞生的精灵。但现实并没有因为他的乐观而变得仁慈。他的第一家动画公司欢笑动画很快就因为资金断裂而破产了。他身无分文，甚至付不起房租，只能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，靠吃狗罐头度日。想象一下那种味道，那种尊严扫地的感觉。当你连人的食物都吃不起的时候，你还敢谈梦想吗？但他依然没有放弃。他带着仅剩的绘画工具和未完成的胶卷，买了一张去好莱坞的单程车票。他说，我可能没钱，但我有胆量。然而好莱坞给他的是一次更残忍的背叛。1928年，他在纽约签下了一份合约，以为自己终于要翻身了。但他没想到，那个发行商不仅偷偷挖走了他所有的画师，还利用合约漏洞抢走了他当时最成功的角色幸运图奥斯画。那一天，华特失去了一切。他的团队背叛了他，他的心血被夺走了。他独自一人坐上了从纽约返回洛杉矶的火车。那是一趟漫长而绝望的旅程。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，哐当哐当，像是在嘲笑他的天真。他看着窗外飞逝的荒野，内心充满了愤怒与恐惧。他该怎么回去面对怀孕的妻子，告诉她我们又破产了吗？就在那列充满绝望气息的火车上，华特拿出了一张纸和一支笔。他想起了当年在破车库里陪伴他的那只小老鼠。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圆的耳朵，一个尖尖的鼻子，给他穿上了红色的短裤。他决定给他取名叫米奇。就在他人生最低谷，被全世界背叛的时刻，这个带着全球1万人欢乐的米老鼠诞生了。这就是勇气。勇气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在恐惧吞噬你之前，选择拿起笔画出新的希望。华特后来回忆说，我就像一只掉进奶油里的耗子，但我没有放弃挣扎，我拼命画豆，直到把奶油变成了黄油，然后爬了出来。回到好莱坞后，他为了制作白雪公主，这个被业界嘲笑为迪士尼的愚蠢项目，抵押了房子，借遍了所有的钱。所有人都说没人会花钱去电影院看1个半小时的卡通。华特这次真的疯了。
甚至连他的亲哥哥都劝他收手。那段时间，他压力大到神经崩溃，经常在半夜惊醒，全是冷汗。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，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梦，那他就真的死了。1937年，白雪公主首映，当电影结束，灯光亮起，全场观众起立鼓掌，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那个曾经被报社开除、被骂没想象力的穷小子，用他的坚持狠狠地挥击了这个平庸的世界。亲爱的朋友，故事讲到这里，我想回到荧幕前的你身上。也许你现在正抱着一个不被看好的梦想，觉得孤立无援；也许你刚经历了一场失败，觉得自己的努力毫无价值；也许你害怕别人的眼光，害怕被嘲笑是疯子或傻瓜。但请看看华特迪士尼，请看看那个曾经是在车库里和老鼠说话的年轻人，他告诉我们，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，只要你有勇气去追求它。保护好你心里的那只小老鼠吧，哪怕它现在看起来很渺小，很可笑。不要让别人的偏见熄灭了你的光。这个世界不缺聪明的评论家，缺的是像你这样愿意在废墟中继续做梦的傻瓜。当你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请记得，那座宏伟的迪士尼乐园最初也只是从一只小老鼠开始的。你的一小步，也许就是传奇的起点。去爱你正在做的事，去相信你的直觉，去勇敢地对抗那些质疑的声音，因为你的梦想值得你为它勇敢一次。由心流时刻制作，欢迎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前行。告诉我，你有没有一个藏在心底、尚未实现的梦想？在留言区大声说出来，让我们一起守护它。